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宜昌。前几天我们去重庆，看到一座山上面挖了很多洞穴，那个最早可能是崖墓，后期呢土匪去那里住了，变成土匪洞。那么现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呢，这座山上面也有很多洞穴，现在去上面看一看，到底是土匪洞呢，还是以前的崖墓？看到里面的结构，应该就了解了。在很早以前呢，特别是在河旁边的山上面，都有很多这种洞穴，基本上都是属于崖墓。重庆、贵州很多有这样的洞穴啊，现在去上面去看看。这个洞穴从下面往上看的话，开了窗户还有门一样的。那么什么时候在这里挖掘的呢？先走上去看看。要爬上去啊，也非常不好爬的。这里呢，可能还有人经常会上去。这里上面已经把阶梯开凿出来了，还好一点。这个洞穴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的。它就在省道旁边，再远处一点呢，就是一条河流。所以这个可能是传统还是什么？一般这种洞穴，人家这种崖墓啊，都在河流旁边。这里还是有点不好爬的，还好这个地方不是太高。其实很多洞穴是进不去的。哇，马上到门这里了。现在我已经到这个洞穴里面了，来看看里面的布局，看看到底是崖居还是土匪洞还是崖墓。因为像这些山洞啊，我在其他地方也走过一些。这第一个空间还是挺大的，高度的话大概有1.8米到1.9米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这里是为什么一个凸出来的，它这里用不用柱子承重，所以搞不明白。你看看，还弄了一个虽然说是一个椭圆形一样的，上面呢这里是不是有点像切割的痕迹啊？这个都是靠以前那种我们说的一根大的钢管一样的，慢慢的凿出来的。那上面还有多小的孔。不知道是不是后期弄的？你看1个、2个、3个，大家猜想这个是干嘛的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估计以前这里是不是搞了一个门呐？有点像啊。那个是门，刚刚我们从那里进来的，那个门也差不多1.89米，然后还有阶梯上去，等于是这里呢是这里面所有的房间最低的一个，有阶梯上去的。然后这个墙壁上面呢还有一些小的圆孔。那么这些是干嘛的呢？我估计是应该有人住的时候开凿的。打个比方说，如果这里是土匪洞的话，土匪居住的地方，那么土匪要看外面呢，他在门前看肯定不方便了，那么就开凿了这样洞穴，观察外面的，弄得非常平整啊。所以我也有疑问，当年到底他们是怎么开凿的？那么肯定不是土匪开凿的，土匪没有这个能力。看这个墙壁，大概有30公分厚，前方有一些墙壁呢，大概是1米厚，了不起吧？现在准备去第2层看看，走台阶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房间就相当大了很多了。假如说这个地方是土匪居住的地方，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土匪首领的卧室。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就是土匪的简单一点，就是书房、办公的地方。前方呢还有窗户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？整个这个地方有8、9个房间，全部是有一条道路连接起来一样的。那么我猜想，最早的时候这个地方一般基本上是崖墓，然后呢后面慢慢的有人来居住，那最后变成土匪住的地方。我总感觉啊，这个地方有点特殊。首先上面有很多人留了墨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，然后这里挖出了一些小的东西，上面有很多孔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大家有知道的吧？这个地方跟我在重庆看的那些洞穴啊很相像，因为重庆、贵州还有这些陕西，基本上有大河流旁边的地方啊，在13两侧呢都会有那种山洞。你像重庆长江边上面，忠县、
那么最开始的话，基本是衙墓，后面呢才改成人住的地方。那这里应该也是一样的。看看这个窗户有多厚，80公分，前方这个门有差不多1米厚。那么这里可能就是当年的主门呐。我们刚刚爬上来，那个可能是后面人修凿的。那最开始他们这个时候啊，这里应该是没有道路上来的。一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山洞啊，都是没有路上去的。那么其实就很能够明白，最早的话应该就是衙墓，因为只有衙墓的话，才不会修路上去嘛。这个痕迹太明显了。那这个空间很大了，这里可能有几十平米。那继续往前走看看。那这里呢，过去就是好几个房间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一个门。我们看看外面，有可能有一点呢，当年这个地方在2、3千年前，那么下面也有可能是河流。那么他们可能在修长的洞穴离河流很近。就跟我们常说有些金丝楠木的悬棺呢，放在悬崖上，在重庆乌溪那个地方怎么放上去的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当年那个地方呢，也是有河流，水位比较高，那么他们就在河流上面一点点开凿了，比较方便，可能是这个说法。那么这里呢，当年也有可能啊，就是河流比较高，然后他们开凿的，只不过现在经过时间的变迁，河流下去了，那这些山洞呢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我一开始会说这个地方属于衙墓呢？哈，你看这里就很相像。还有一点呢，走了这么久，这个洞穴没有看到有人做饭的痕迹，就是里面没有熏黑。因为如果真的是住人的话，他就一定要我们说的有烟火气息，有人做饭。那做饭会产生浓烟，会把这个地方熏黑，就跟我们常说的那个衙居啊，洞穴人家。他们做饭，整个墙壁都是黑的，这里没有，所以就非常奇怪。很多是被后期有人重新弄过了。那这个墙壁呢，已经被破坏了一点，这个已经非常薄了，20公分左右。那这里又一个不一样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反正看顶部的话，开凿的痕迹。然后旁边这些地方的开凿的痕迹明显是不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最开始的时候挖掘这个洞穴的时候，这个墙壁是没有开凿的，可能最多开了门。那只不过后期可能有人来在里面住的话，才开凿了这么多洞、这么多窗户，因为明显的开凿的年代感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新一个旧，工具使用都不一样。那么大家说一说这些地方以前到底是干嘛用的呢？我身后这里有很多小孔啊，这个不知道上面是不是弄了一层阁楼在上面，可以放东西的。看看这些，都打穿了。那么这个肯定是后期弄的，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非常独特，非常与众不同吧。看看我后面，整个全是贯通的。这个地方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假如说当年住了土匪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还住了不少人呢，等于是住在山上。因为以前很早的时候，很多土匪啊，就住在山上。或者另外一点，我们说的很多老百姓逃难的时候，也是逃到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经常有战乱嘛，有灾荒嘛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可能就逃荒啊、逃难啊这些。最后一个洞穴啊，非常小，这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难道是小孩住的地方吗？也奇了怪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墙上的洞穴密密麻麻的，然后这里面的小的洞呢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外面这扇墙呢，非常厚啊，冬暖夏凉。不过呢，后期他们开凿了这么多窗户，可能就撑不上了。但早期的话，肯定是非常舒服的，了不起啊！以前的工匠确实厉害。你想一想，我们说的，就算是在明朝之前，那个生产力也不是那么高，要开凿出这样的洞穴是非常难的。何况是古代2000多年前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或者是说秦汉的时期？反正总的来讲的话，
都非常不容易。